今天这期跟大家聊一聊《生万物》的原著剧情是多么的炸裂，跟我们改编的电视剧有哪些区别？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生万物》的这个原著了。如果电视剧按照原著来去拍的话，那肯定是审核不过的，因为原著太残忍、太残酷啊，一些情节也太过于炸裂。今天就跟大家简单聊一聊这个有些不方便讲的啊，就是原著小说里跟电视剧里边的这个角色有哪些大方面的不同，好吧？首先跟大家聊第一个人物呢，就是秦海璐饰演的费左氏。费左氏有一个很炸裂的，在原著小说里边他是被郭公妖给玷污了，但是电视剧里边没有啊。剩下的剧情差不多，他主动把这个苏苏对吧赶了出去啊，最终他得知了苏苏跟郭公妖俩人在一起并且有了孩子，涉毒把他们俩人都给毒死了，甚至自己也服毒自尽了。其实这些都一样，只是更炸裂的是他的郭公妖也被玷污过。第二个人物就是苏苏了。苏苏虽然电视剧里边这个辛飞演的确实挺好的，这个角色演的确实非常的灵动，但是呢原著小说里的苏苏就可能不像电视剧里边那么的单纯。你比如说当时他姐姐被马匪给劫到山上之后，他是被他爸宁学祥逼迫着用设套嫁给了这个范文典。其实原著小说里边他是半推半就的，因为嫁到范文典这样的一个家庭里边，是可能是当下那个时代里边很多女生都梦寐以求的，更何况啊范文典这个人物啊有文化彬彬有礼，所以你能看得出来原著小说里边这个苏苏啊也是颇有心机的一个人。还有一点是在原著小说里他是被范文典给彻底抛弃了的，在电视剧里边你可能对吧还能看得出这个范文典还是对苏苏颇为照顾的。其实对这两个人物其实都进行了一定形式的这个美化。后来大家都知道了，然后郭公妖俩人就对吧通奸，并且有了孩子，最后被费左氏毒杀。然后范文典这个人物就也不像电视剧拍的那么的彬彬有礼。原著小说里边他知道秀秀在马匪窝里边待了几天来着，待了5天5夜吧。原著小说里边秀秀是真的被糟蹋过的，糟蹋之后他是嫌弃宁秀秀的，当时那个他俩的订婚是他主动抛弃了秀秀，所以你能看得出来这个也挺残忍的，也挺现实的。这个范文典离开了天津镖村之后，后来就当上了甲制厂的厂长，后任民政局的局长，抛弃了苏苏，领养了男孩。最后去世之后是跟苏苏是合葬的。原著是这样，他是投身了抗日嘛，对吧？而且是牺牲了，所以原著小说里边可能会更加的残酷和现实一点。还有这个郭贵妖，郭贵妖他一生下来就是个罗锅，有老婆孩子，糟蹋费左氏，糟蹋苏苏，后来被费左氏毒杀了。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郭贵妖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在电视剧里边你看得出来他这个人物还是比较心善的，但是改编的很成功，并不觉得很突兀。后来跟苏苏在一起并且生下孩子，所有的情节都是在合情合理的推断之下，我觉得这个改编还是比较成功的。还有这个宁学祥啊，就是秀秀他爸，秀秀他爸最后怎么死的知道吗？最后是在封逆位的主导下被村民乱棍打死。那么在影视剧里边他还是比较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因为他最后对吧把他的土地都奉献了出去，所以关于他的这个宁学祥的改编，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大的。还有这个银子在宁学祥死之后啊，后来就埋了个伏笔跟铁头啊，俩人有个接触，后来俩人到底怎么样没交代。但是在原著小说里边啊，他是拒绝跟铁头和好的，后来是遭报复而死，所以这个反差是不是也挺大的？还有这个最重要说的就是秀秀了。秀秀原著小说里边在这个马匪窝里边真的是待了5天5夜，不是5天5夜就6天6夜，我忘了，真的是被马子给糟践过的。糟蹋过之后，所以范文典不要了他，后来被冯大脚给收下了。待会儿再讲讲这个费大脚。然后秀秀啊，这一生6个孩子，其中2个活到了成年。儿子佳明被牛顶死，晚年被儿媳妇虐待，患有老年痴呆，孤独死去。原著小说里的结局就相对来讲比较完美了，对吧？虽然冯大脚死了，但是他后边的一生还是比较平顺的。而且原著小说为什么很多说这个戏烂尾了？因为秀秀这个人物确实有点圣母的形象啊，太善良了，对吧？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冯大脚了。冯大脚也不像原著小说里边写的啊，一刚开始就英雄救美，对宁秀秀是一往情深，他可以包容秀秀所有的缺点。但是原著小说里边，他生下来天生脚就大，比一般的人要大，所以叫冯大脚。然后秀秀嫁给了他之后，他也不像原著小说里边说的那么有情有义，那么正义，他一直嫌弃秀秀，因为他知道秀秀是被马匪给糟蹋过的，一直嫌他脏，一直在家里边对他也非常之不好。所以你看得出来，原著小说是不是更加残忍，更加的残酷？但是他一直原著小说里边一直活到了80多岁。秀秀死之后，他还孤独的活着，最后发现
他自己的那个大脚变得跟另外一只脚同样大小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奇迹的变化，这个仿佛蒙上了一副这个奇幻的色彩在里边，好吧？今天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到这儿吧。真的，如果你们真的有时间，我建议可以看一看原著小说，真的，因为里边很多我是不方便讲，或者是不敢讲的一些事儿。反正原著小说你看完之后，我估计你很庆幸我们活在这个当下是多么的幸福。至于说原著小说这个情节，你们怎么看？可以评论区留言告诉王导。